AI 越发发达，人却越来越穷，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 AI 越来越强，科技越来越进步，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因此变得更好？有人说变好了，因为生活更方便，效率更高，资讯更透明。但也有人说变糟了，因为自己赚的变少了，焦虑变多了，工作越来越不好找，甚至觉得生活越来越累。你觉得呢？ AI 是让我们往前走，还是往后退？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件事。我会从5个角度带大家看整个时代的变化。为什么科技越发达，普通人反而更容易觉得变穷？ AI 到底在淘汰谁？未来哪些工作会消失？这波革命对不同阶层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AI 时代的生存底线，什么能力永远不会被取代？说说如何利用 AI 让自己变更有价值。第一章，科技进步了，为什么你的钱包没有进步？很多人说，科技明明越来越厉害，可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变富，只感觉生活负担越来越重？其实，这不是你的错觉，而是真实的社会现象。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道理：科技提升的是效率，但收入提升的是分配。什么意思？效率变高，不代表大家收入都变高。如果效率提升后的好处没有回到你口袋，而是回到企业主、资本家或平台那边，那你自然不会觉得变富。讲简单一点， AI 让公司节省 40% 人力，但公司并不会因此给员工加 40% 的薪水，反而只会减少 40% 的职位。结果是什么？企业变强，资本变富，但普通上班族未必受益。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产业创造史上最高营收，可员工薪水却不见得涨。科技为什么没有改善生活，反而变成压力？因为科技革命历来都是这样，短期会让一批人失业或收入下降，长期才会让整体社会变好。但 AI 革命不一样，它的速度快到不像革命，更像洪水。蒸汽机革命花了40到50年，电力革命花了30年，电脑革命花了20年， AI 革命只花了2年。你看看这速度，人类怎么可能跟得上？人类学新技能需要时间，改变工作方式需要时间，但 AI 推进的速度不给你这个时间。这就是大家觉得变穷的最核心原因，不是你不努力，是时代变太快。第二章， AI 到底在快速淘汰谁？我们讲白的， AI 并不是把所有人都取代了，而是优先取代特定类型的人。哪些人？我分成3大类讲给你听。第一类，做重复性高、可标准化工作的。 AI 最喜欢这种工作，因为头脑不用太灵活，不需要创造力，只要照流程重复做，只要能自动化就会被 AI 接手。这些工作包含文案写手、行政助理、资料整理员、客服人员、翻译，这里指一般等级，基础设计师，例如海报、名片之类。你回头想想，这些工作以前是靠时间、体力、经验堆出来的，但被 AI 来说，10秒完成，你10小时都追不上。第二类，靠资讯不对称赚钱的工作。什么叫资讯不对称？就是顾客不知道你知道，你靠这个赚钱。但是 AI 一出现，资讯公开透明了，这些工作立刻就不吃香。例如房仲， AI 可以自动估价、筛物件；保险业务， AI 可以分析需求，不会乱推销；金融业的初阶分析员；补习班老师，尤其基础科目。过去是我懂，你不懂，所以你需要我。现在是 AI 都懂，你也能查，你就不太需要人了。第三类，企业认为不是非人不可的工作。这句话很重要，你一定要记得。AI 并不是取代工作，而是取代企业
不想多花钱的工作。企业的逻辑从来不是我们需要人才，而是我们需要更便宜、更快速、更稳定的生产方式。那 AI 正好符合全部需求，不会喊累，不会请假，不用年终，不用加班费，不会抱怨，不会感情用事。你说企业选谁？第3章，我们清点一下未来5至10年会消失或萎缩的职业完整清单。第一阶段，未来1到3年大量消失的工作，这些基本上已经开始被 AI 取代了。1. 客服，尤其是文字加语音的，现在 AI 的语音对话能力已经能骗过一堆人。2. 文案写手，脚本内容写手，没有特色的文案几乎会全灭，因为 AI 写得更快。3. 翻译，尤其中低难度的， AI 翻译越来越准，成本又低。4. 行政助理，排程、报表、资料比对， AI 做到快到吓人。5. 基础设计师，你跟 AI 拼速度就是自杀。第2阶段，3到5年内迅速萎缩的工作。6. 行销企划，尤其是初阶， AI 自动生成策略、简报、海报、内容。7. 电话销售， AI 外呼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8. 补习班老师，基础科目教学会全部由 AI 个人化教学取代。9. 会计助理、审计助理，财务 AI 已经能自动找错、整理资料。10. 各种资料分析员， AI 本身就是比人更强的分析工具。第3阶段，5到10年内大幅度缩减的工作。11. 司机，尤其是卡车、计程车、物流司机，自动驾驶普及后会产生巨大冲击。12. 房仲、保险业务，尤其是低阶的，重复性高的业务会大量被取代。13. 金融交易员，量化交易已经远比人工更快更准。14. 律师助理与法务助理， AI 查法条、找案例，几秒结束。15. 医院行政、挂号、检测人员，医疗流程高度自动化。第4章， AI 取代的是技能，不是人。很多人看到这里会紧张，是不是未来没有工作了？是不是 AI 会让所有人都失业？不是的， AI 取代的是技能落后的人，不是愿意学新技能的人。AI 对你的影响取决于你是哪一类人。第一类，与 AI 竞争的人，这是最危险的。也就是说，你会的 AI 会，你做的 AI 能做，你花8小时 AI 花8秒，这种人未来会最难活下去。第二类，能控制 AI 的人反而价值上升。也就是说，你不是跟 AI 抢饭碗，而是把 AI 当助手，你的生产力就会变成过去的3倍、5倍乃至10倍。这类人是未来真正的适应者。第3类，做 AI 不能做的工作，即永远需要人的工作。这些是 AI 的死穴，如情绪、同理心、现场操作、人际连接、文化理解、负责判断、道德立场、创意整合。举例，心理咨商、社工、护理、照护。手艺技术工，如水电、木工、维修工。有个人风格的内容创作者、教练、顾问、导师、门市销售，这些工作反而会升职。记住一句话， AI 越强，人性越值钱。第5章， AI 时代普通人为什么特别焦虑？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比以前更容易焦虑、害怕、迷惘？明明每天刷到的都是新科技、新模式、新工具，却觉得自己越来越追不上。这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以下4个心理现象累积起来的。第一个心理现象，比较落差感变巨大。以前你会觉得别人比我厉害，那是他更努力。
现在你会觉得别人比我厉害，是因为他用 AI。这个差距不是努力造成的，而是工具造成的，这会让人产生深层焦虑感。第二个心理现象，不确定感全面上升。以前的职业路线是这样，读书、工作、升迁、稳定、退休，现在变成读书、工作，但突然被 AI 取代，重新学， AI 再升级，你再重新学，整个人生变成无穷无尽的追赶竞赛。第三个心理现象，速度不对等。人类学新技能需要1个月、3个月、半年、1年， AI 学新技能需要1秒，这种差异会让人产生无力感。第四个心理现象，中产阶级的地位被打掉。以前中产靠专业、靠知识、靠器材、靠经验、靠技术吃饭，现在这些全部被 AI 替代。这个阶层掉下来后，社会的焦虑感就全面爆炸。第6章，在 AI 时代，我们到底怎么活下去？这一段非常重要，或者说略带冷酷。您可以把它当成整篇文章的灵魂。我给您6个建议，这6句话只要记住，就不会被 AI 拍在沙滩上。第一句，不是 AI 取代你，是会用 AI 的人取代你。这不是口号，而是事实。未来职场分成2种人，不会用 AI 的，被 AI 取代；会用 AI 的，用 AI 取代别人。差距不是智能，而是工具。第二句，把 AI 当成你的超级助理。AI 可以帮你写文案、想点子、查资料、做笔记、做简报、做行销计划、做影片脚本、做图片、做翻译、做分析，等于多了一个能力超群的员工，而且不用付薪水。你想想，你一个人能变成过去3个人的效率，你还会怕失业吗？第三句，你的个人特色就是你的护城河。AI 可以模仿技能，但模仿不了个性。例如，你的语气、你的想法、你的故事、你的态度、你的风格、你的价值观，这些就是 AI 永远模仿不到的地方。第4句，永远不要靠单一技能吃饭。未来只有2种人会被淘汰，技能太简单，只有1个技能。一个人越有多样化组合技能，就越难取代。例如，懂 AI 的业务，会做内容的医师，会心理学的讲师，会设计的工程师，会写脚本的行销人，这种人未来就是超级人才。第5句，与其怕 AI， 不如利用 AI 赚钱。AI 可以让你做副业、内容创作、自媒体、顾问服务、线上课程、自动化工作流程、设计、影片、行销接案。AI 让个人变企业，你不需要投资100万开公司，你只需要一台电脑和 AI。第6句，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学习速度。以前的安全感来自于稳定工作、稳定薪水、稳定制度，而现在的安全感来自于你的技能能否在3个月内快速升级。如果你能做到这点，你永远不会被淘汰。这又是多么残酷冰冷的事实。在视频的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AI 时代不是退步，而是重新洗牌。AI 既不是进步，也不是退步。AI 是一场巨大的重新排列。它把效率、技能、分配、竞争、成本、生产方式全部重新洗一次。有人靠 AI变得比以前更强100倍，有人因为拒绝 AI 而逐渐被淘汰。最关键的是， AI 不会决定你的命运，你的选择才会。选择站在哪一边，决定你5年后、10年后的生活品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